梅里达是墨西哥尤加敦州的首府，是一个玛雅和西班牙文化融合的地区。这座城市是西班牙于16世纪时，在一座名为 Tijo 的旧玛雅城市上建立而成的白色之城。梅里达的名称来自于西班牙的同名城市。当时的西班牙征服者 Francisco de Montejo 于1542年建立此城时，因为这里的建筑风格让他想起了西班牙的梅里达，因此也将这座新城命名为同样的名称。而来到这里，最主要我是来看乌斯马尔。位于梅里达以南约78公里处，是玛雅文化最重要的遗址之一，于199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在南美洲来到新城市的时候，一般我会先到他们的中央广场看看。在旁就是梅里达大教堂，建于1561年至1598年于梅里达的市中心。这是在美洲大陆上建于16世纪的第一座大教堂。教堂外观采用当地的坚固石灰岩，外部的建筑主要是文艺复兴的风格。而哥德式的宽敞的内部中殿和高耸的拱顶营造出肃穆的氛围。在这里，我欣赏到精美的文物与雕塑，包括在主祭坛上面的和一基督雕像。蒙特霍大道是一条美丽的林荫大道，是这里的主要道路，以其街上的殖民建筑而闻名。这条大道建于1888年至1904年间，因为当时的龙舌兰酒生产而经历巨大财富繁荣的时期。大道两旁的建筑风格深受欧洲设计的影响，本身的设计灵感来源来自欧洲的林荫大道，像是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。在这里建议也可以傍晚过来散步，还不错。接着，我往祖国纪念碑的方向前进。祖国纪念碑由哥伦比亚的雕塑家 Ramiro Rosso 设计，其建设工作于1945年启动，历时11年精细的手工雕刻，最终于1956年落成并正式揭幕。主要以一座14米高的手持火焰的土柱男子石像为主。该建筑有31根柱子，代表墨西哥共和国的28个州、2个领地和联邦区。纪念碑高14米，直径40米，占地2500平方米，由一个中心弧形大厅、两侧坡道、楼梯和喷泉组成。纪念碑展示了墨西哥历史，从前哥伦布时期一直到20世纪的中叶。建筑风格融合了装饰艺术与西玛雅本土主义元素。这里展示了300多个手工雕刻的人物和场景，有部分象征着墨西哥的主权，像是在墨西哥独立战争和革命中的重要事件和人物。为什么梅里达叫白色之城呢？白色之城的名称故事听起来有一些悲伤。早期的梅里达的市中心是保留给统治阶级的西班牙白人，当地居民或是原住民，除非他们是被授权，不然他们是不能进去市区的。随着时间，玛雅人和西班牙人都把这座城市的中心称为白色之城，并且这个名字一直延续至今。最好的例子是要去巴士站前的圣胡安拱门，是梅里达现存的3座殖民时期拱门之一，其历史可追溯至1690年。这些拱门最初的建造目的是为了划分人种，西班牙人、克里奥尔人与原住民的居住区域。这里的气候还蛮热的，属于热带季风气候，全年的气温较高，并且时常会有午后雷阵雨。前往政府大楼路上的时候，
就有好几个路口都积水了起来。政府大楼建于1892年，是由卡坦州行政政府办公室的所在地，里面以其描绘由卡坦半岛历史的壁画而闻名。而这些大型壁画是由当地画家 Castro Pacheco 于1970年代完成。里面的壁画内容丰富，呈现了当时西班牙与玛雅之间复杂的心路历程。隔天，我离开市区，往乌斯马尔的方向前进。若想乘坐大巴前往阿豆汽车站，有前往乌斯马尔的巴士。前往这边只能坐2等车 ，Oriente 品牌的车型。乌斯马尔景区还蛮贵的，光是门票我就需要付到3种不同的费用，分别是门票95 pesos， 柜台只能用现金。但是有 ATM 可以提款，国外观光客税461 pesos， 要在另一个柜台购买。最后是摄影费用50 pesos， 一般人不用支付，但工作人员发现我有多带一台运动相机，要我多付这一笔。进去入口已大约走个5分钟后，就可以看到了公园里的标志性建筑——魔术师金字塔。乌斯马尔在古玛雅语中可能有建造3次的意思。它高约35米，是玛雅世界中独一无二的椭圆形金字塔。根据传说，这座金字塔是由一位魔法师在一夜之间用魔法建造而成的。而实际上，听导游说，魔法师金字塔宛如就像俄罗斯娃娃般，内部还有一座又一座旧的金字塔。考古学家发现有高达4座的旧金字塔在里面，因此根据考古结果推测，巫师金字塔是经历了5次的重新建造才完成的。这里另一个知名景点是修道院广场，由4座大型建筑围绕而成，形成了一个宽敞的庭院。有些建筑的外墙上装饰着复杂的几何图案和动物雕刻。特别是雨神查克的长鼻雕是变化多端，突出在房舍4角或墙体表面。北侧建筑地势最高，阶梯最宽，象征崇高地位，其顶部镶嵌着带羽翼的羽蛇雕刻。南侧建筑的地势最低，包含一个通往玛雅球场和总督宫的拱门，内部墙体和天花板上仍可见红色手印，这些色彩至今依然保存完好。尽管名称为修道院，也跟欧洲的修道院看起来相似，但考古学家认为这里可能是玛雅人的学校。往公园的外围走出去，我就来到鸽子之家。这座建筑因其复杂的外观和许多孔洞类似鸽舍而得名。这些装饰点缀在建筑的上部立面，如同栖息在屋脊上的鸽群。它建于大约公元600年至900年之间，尽管其确切功能仍有待考证，但据信它曾用于仪式或是居住用途。逛完最后一个景点总督府，它是拥有前哥伦布时期中美洲最长的建筑。我往回走到入口处的时候，刚好看到有人正在展示
对金字塔大声拍手的时候，会有鸟类叫声的回音。好了，这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您觉得这部影片还有意思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让更多人看到影片。我们下次再见。Taking all control.